刚买的多肉又红又圆又壮，买回来过一段时间后，特别是新手，一般都会经历两种情况，一种叶片越来越小，越来越高，茎秆越来越细，这种情况的还好说，只要解决光照就好了。还有一种就是自从买回来后就一直也不长，然后再过一点时间就掉叶子，有时候叶片透明，然后看着它慢慢的死掉了。慢慢的在养多肉的人群中也就传开了多肉植物不好养，这句话不完全对。在刚开始接触多肉的这个阶段里，养死多肉是很正常的现象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养护过程中不断的进行积累经验，有了经验就不怕把多肉给养死了。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？今天花花就分享一下经验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，所以在平时养护中，如果遇到多肉烂根、化水、徒长以及找不到养护方法的，还请关注我的频道，相信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。作为一个养了多年多肉的人来说，刚开始养死多肉，那真是太正常不过了，像我至少养死了几10盆都不止。所以花花总结了7点养护经验，学会后，相信你的多肉不但不会死，还有出状态惊艳到你。一起来学习一下吧。1. 浇水不当。90%的多肉之所以会死亡，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浇水不当导致的。不恰当的浇水方式导致了土壤积水，多肉根系在潮湿的土壤下不透气，多肉的根系长时间吸收不到氧气，久而久之就会黑腐。正确的浇水方式是养活多肉植物的关键。养多肉一定要记住了，花土宁可干燥也不能潮湿，在现有的基础上，把浇水的频率扩大到2至3倍，大概10天或者是20天浇一次，对多肉的生长来说是最安全的。一般化水、黑腐都是浇水不当的原因。2. 环境不通风。无论是养多肉还是养花，讲究的就是一个通风性。如果养多肉的环境相对于密闭，水分蒸发速度很慢，与此同时，花盆的底部开始滋生大量的细菌，之后细菌感染多肉植物的根系，也会造成腐烂。一年4个季节中，春夏秋冬4个季节，一定要做好通风处理，多开窗，或者将多肉放在室外养护。其实冬天需要通风的情况适用于寒冷的北方，室内有暖气的情况，室温高又不能经常开窗通风，就会导致多肉出现各种问题。在通风的环境下，多肉的生长会更加健康，至少根系不会轻易出现腐烂。如果说多肉死亡的90%的原因是因为浇水的话，那么浇水后不通风的死亡会占到90%。3. 带着原土栽种。养多肉，先养根，多肉的根系可以说是它的心脏，一颗多肉的状态是好还是坏，关键就是看根系是否旺盛，根系长得越旺，多肉就越健康。买回家的多肉一定要进行修根，把原有的根系全部都清理掉，尤其是细小的毛细根。毛细根如果不清理掉，后期再种到花盆里，一定会发生腐烂。修根是种多肉最关键的一步。种多肉之前，一定要把根系修理干净，然后才可以上盆栽种。多肉不修根，新的根系是长不出来的。比如种上去一直不死，但也不长的姜苗现象，可能就是没有修根。4. 晾根必不可少。晾根这一步是种植多肉之前必须要做的，当然了，也要根据多数的具体情况，有些品种的多肉根系并不是很多，也不需要晾晒，修好根可以直接上盆。而有些品种的多肉根系富含水分，修理完根系，下一步就是晾根，放在太阳下晾晒，一定要等到多肉的根部完全晾干了，没有任何水分了，才可以将它上盆栽种。再种多肉这一步一定不要着急，需要晾根的没有晾的话，也会出现感染细菌、化水、黑腐、掉叶等现象。5. 病虫害的滋生。每年的春夏2个季节，气温会逐渐升高，温度在升高的同时，花土中会滋生大量的病虫，比如介壳虫、蚜虫、白粉虫，这些虫害也足以把多肉给完全啃食掉。每年到了春夏，这2个季节大概间隔1个月的时间，就要进行喷洒杀虫杀菌药剂，做好提前预防。多肉常见的是介壳虫，介壳虫产生的原因，除了原来的盆土就有问题外，主要原因是通风不好导致。
6. 高温季节需要遮阳。多肉植物喜光照，同时又惧怕强光照。北方地区夏季的高温能达到35度，南方地区甚至能达到40度。特别今年夏天，花花这里经常超过40度。在这么高的温度下，多肉植物如果采取露养的方式，在经过长时间的高温照射，超强的光照会提高叶片内水分的温度，多肉的叶子就会化水，叶片会逐渐变成透明的状态。在高温的季节里，多肉是一定要遮阳的，使用遮阳网隔绝太阳的直射，没有了强光照，多肉就可以安全度夏。化水、叶片掉落以及干枯等都是没有遮阳导致的。7. 选择合适的盆器。多肉的花盆样式有很多，市面上最常见的就是塑料盆跟陶土盆，这两种材质的花盆各有各的好处。塑料盆价格便宜，规格统一，用起来更漂亮。陶土花盆要比塑料盆使用起来的效果更好，太阳晒不透，陶土的材质更加接近土壤，多肉的根系可以沿着花盆的周围迅速生长蔓延。同样品种的多肉栽种到陶土花盆中，养出来的效果要比塑料花盆更漂亮。除此之外，花盆能用小盆就不要用大盆，小盆除了容易出状态外，还不会产生积水。最后，任何花盆都要注意，一定要有排水孔，如果有腰部也带有排水排气孔的最佳。以上就是分享的新手不把多肉养死的7个知识点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你养死过多少盆多肉，还记得吗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花花说的内容如果有错误和遗漏，还请批评指摘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。我们下期见。